自从英国科幻小说作者维尔斯在第一次登上月球的人中描写了反重力后呢，这个词语就成为了人们在1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如果假设反重力是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此项技术必然会改变整个世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你能想到的所有交通物品都将迎来重大的改革。那么反重力到底存不存在呢？反重力飞行器又是什么呢？别急，跟着大兵一步步往下走。提到反重力，大兵就不得不提一下尼古拉·特斯拉。当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交流电的使用和制造，这项发明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无疑都是革命性的，同时也是目前无线电和无线通信的理论基础。其在信息学、电磁学以及核物理学上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另外呢，作为一位与爱迪生斗争许久的科学家，他一生创造了许多令社会飞速进步的发明，而大多数发明都超过了他所存在的那个时代所涉及的领域。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特斯拉线圈，同时也是反重力飞行器的基石，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与 UFO 相似的发明。不过究其原理呢，反重力飞行器其实也不是完全颠覆我们对物理的认知，只不过从这台飞行器的设计手稿上来看，所表述出来的飞行器运行原理极为特殊。大兵先由外到内对这台飞行器进行一个分析。它的外部是由圆形舢板组成，飞行器的上部还配置有特斯拉线圈，并且被安装在一个碟状的载体上。飞行器的内部装有共振变压器，这也是特斯拉线圈的独特之处，能够通过改变振动频率与输入频率的同步，以此来提高电能的输出效率。这一套装置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给飞行器的电极提供静电与磁场，可以算是一套转换设备了。此外，这台飞行器的动力来源是将飞行器的一部分内部空间抽出空气变为真空，这样便会导致内部压强过小，从而受到大气压的作用。这时大气压强所产生的压力就能够通过输出管驱动电子涡轮发电机，紧接着发电机产生的电能再输送到特斯拉线圈上，最后通过变压器产生较强的电磁场与高压电。后来的特斯拉凭借着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现今根据网上所公开的资料呢，大兵从这份手稿中分析出来的内容也只有这些了。但是仅依靠这份设计图，特斯拉就能够轻易地制出反重力飞行器吗？那是肯定不行的。因为在那时，由于特斯拉缺少实行相关实验的大部分资源，所以直到现今，反重力飞行器的研制一直都处于理论阶段。不过目前关于反重力飞行器能够悬停在高空中的原理也有几个猜测，其中一个猜测呢是根据其引力动态理论而提出的，意思便是呢，由于地球存在引力与磁场，这使得飞行器漂浮在空中需要克服自身的一些重力，但是想要实现这一点呢，可是不容易。大兵举个例子来说，各国发射的人造卫星之所以能够仅用极少的能源就能够围绕一个固定的轨道持续漂浮在太空，这是由于卫星的运行速度达到了7900米每秒，一旦超过这个速度，这就会正好与地球产生的引力所抵消，达到一种受力平衡的状态。那么卫星又是如何在固定的高度进行运动的呢？大兵以同步卫星为例，它正好位于距离地球36000公里的高空上，已经脱离了地球大气层的阻力，所以此卫星只需要保持匀速就能够在固定轨道上运动了。但是与轨道卫星不同的是，想要将这种技术应用在人们的可视高空中的飞行器上的话，在现今实现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那么既然以目前的科学技术无法造出特斯拉设计的反重力飞行器，这项发明从诞生至今就一直没有被研发过吗？当然有被实践过。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便已经开始着手开发特斯拉的反重力飞行器了。当时呢，这项计划一直持续了10年左右，但是后来由于科研技术不够先进，再加上资金投入太大等问题，最终未能成功。不过呢，美国也并没有轻易放弃。据传，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制造出了利用反重力原理飞行的装置。这种三角造型的航空载具是美国大型极光秘密计划的一部分。根据美军相关人员的透露，这款飞行器呢被命名为 TR-3B，
主要是进行军事侦察任务。另外，根据美军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PR-3B 飞行器早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服役了，与曙光女神侦察机一样，都是军事界和航空界最负盛名的传说之一。不同的是 ，TR-3B 采用的是反重力引擎，而反重力引擎的核心原理就是透过原子能加速高压力的水银，从而产生等离体，以此在飞行器周围创造了一个反重力场。它的动力核心就是一个电磁线圈，能够通过电磁驱动在量子水平上与希格斯玻色子场互动。虽然大兵也不是很懂，但是看起来确实是个非常牛皮的东西。此外，反重力技术其实还可以追溯到2战末期，美国实施的一次秘密行动——回形针行动。这个行动的目的呢，便是最大程度地收集纳粹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以此让美国在与苏联的军事军备竞赛中呢，取得尽可能多的优势。如果按照当时的年份来算，美国研究反重力技术已经有了近70年的历史。由于反重力技术对于科学家和军方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一旦它真的能够实现，便能够通过使用电磁推进器，直接让飞机的质量降低到0。现今，美国宇航局、空军和洛克希德公司他们的研究人员呢，都热衷于这项研究。而在性能方面 ，TR-3B 飞行器通过安装在三角形平台角上的多方式推进器，使其能够做出如直角转弯以及超级加速这样惊人的高机动动作。同时呢，它还是一架非常安静的飞机，飞行途中只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而它的隐身性能其实是 TR-3B 发出的等离子体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能够大大减少飞机的雷达信号，从而使其成为隐身性能最强的飞行器，可以潜入任何国家的任何空域而不被发现。TR-3B 可以说是美国空军与海军的秘密项目，就像是 U-2 侦察机和 F-117 隐形战斗机以及 SR-71黑鸟侦察机一样，它们都是在内华达州的51区秘密研发的。虽然目前美军一直否认 TR-3B 的存在，并且处于绝密状态，但是依然有许多人声称目击过这种三角形飞行器，甚至将其作为来自外星的不明飞行物。根据目击者的叙述， TR-3B 不管是从外形、动力还是飞行方式都极为科幻，这也难怪一些怀疑者认为此飞行器呢绝对是外星飞行器逆向工程的产物。该款飞行器一经面世，人们便猜测它是应用了特斯拉的相关理论。至于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有消息曾称，在特斯拉去世后呢，美国特工就将其所有的手稿全部秘密运走，并且作为机密保存了下来。当时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托马斯·汤森·布朗就曾发明了一种盘状电容器，该装置朝上的一面接正极，朝下的一面接负极。当有很高的电压将电能输入电容器时，电容器便会朝正极方向升起。现今的升力器这个说法呢，就是从他那儿沿袭过来的。那时候的布朗作为一名富家子弟，从小就喜爱摆弄各种电器。到了上大学时，他在老师保罗·别费尔德的指导下，在某次用电容器做实验时，偶然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并将这种现象称为别费尔德布朗效应。后来到了1952年，布朗在美国海军供职期间，曾在众多军事人士和科学家面前做过一次表演，也就是把2个2英尺宽的金属盘安装在一个10英尺长的转轴末端，然后用50瓦特的电力，以高达5万伏的电压冲击该装置，金属盘呢就会以每秒16转的速度旋转起来。该实验足以说明布朗的发明有着重要的价值。当时有人就认为这是离子风的效应。但是由于这个圆盘在通电后呢，也就是被推向空中的现象，极大地违反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整个实验以及对它的一些解释，例如反重力、电子重力等，都被归入伪科学而搁置了起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才有改变。布朗的工作被美国航天局一位转包商杰夫·卡梅伦复活了。当时的卡梅伦用一种轻木进而制造出了稳定的三角形飞行器。它在三角框架的上部缠绕了一扎电线，以此接受高压电，下部则粘有铝箔条，中间呢是3到5厘米的空隙。相传由此在铝箔条和电线间呢，可以形成一种向上的推力，而这便是别费尔德布朗效应。把高压电打入该飞行器，它就能立即飘升到空中，升力器由此产生。时间来到1980年，英国的一个叫约翰希尔的人发现，如果将一个圆盘形的电容器充电至10万伏，那么整个电容器便会快速的旋转，并且飞向空中，而这就是一直让人莫名其妙的悬浮盘。它
它是强负电场对重力产生了影响的结果。后来在1991年，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李宁博士首次提出了自然界存在超导引力场效应的理论。李宁博士认为，超导中的晶格离子，它在吸收了外界电磁场的能量后，就会处于一个量子态，并且快速旋转，因此便会产生一个随时间变换的引力场。如果将不受电磁作用的物体放入到该引力场，这个物体受到的地球引力就会发生变化。李宁博士曾预言，这种超导引力场可以完全抵消物体的原有重量。同一时间，在芬兰坦佩雷大学就职的俄国物理学家欧仁·波德克勒特诺夫博士也通过类似的实验发现了这一反重力现象。他在进行超导体研究时偶然发现，一旦将一个物体放在一个高速旋转的超导体陶瓷圆盘的上方，那么该物体就会失去5%的重量。此外，他还用一个2万到1000万伏的电源，将一个超导陶瓷盘在摄氏零下210度的温度下，以5000转每分钟的转速旋转。这个超导体在旋转时呢，会在物体上形成一个速度极高、时间极短的重力脉冲。由于这项发现可以潜在的被用在减少航天飞行器的发射重量上，所以就引起了美国航天局马歇尔中心的极大兴趣。之后呢，还向哥伦比亚的超导部件公司资助了60万美元，以此来帮助他们进行这项研究，并且聘请了波德克勒特诺夫和李宁作为顾问。其实还有一件呢是鲜为人知的，那就是在1940年末，德国便组建了一个名叫爆破手研究室13的秘密机构。他们的目的呢是专门研究制造秘密飞行器。当时的任务代号为乌兰努斯行动。在1940年，德国工程师哈贝默尔和施施里维尔制造出了第一个飞碟式飞行器1号模型。之后呢，他们对于1号模型的改良，制造出了代号为垂直飞机的2号模型。此飞行器的飞行速度能够达到1200公里每小时，并且可以像现代直升飞机那样在空中停留和水平飞行。不过当时的1号和2号模型都是停留在实验阶段，并未批量生产。后来该实验室在德国高层的亲自支持下呢，收编了国内最优秀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工程师以及试飞员等顶尖人才，并在德国军方的协助下，终于制造出了一个极为先进的碟形飞行器，也就是别龙彩圆盘。该飞行器呢，应用了奥地利发明家维克托·舒伯格所研制的无烟无焰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强大的高压电离水产生氢气和氧气，再通过混合氢气和氧气产生爆炸动力。在飞行器的周围共装置了12台这种发动机，它喷出的气流呢，不仅能给飞行器提供巨大的反作用力，而且还能用来冷却发动机。由于发动机不断大量的吸入空气，因此在飞行器上空造成了真空区，从而为飞行器提供了巨大的升力。后来随着各处盟军部队的进攻，德国空军便决定拼死一搏，开始争分夺秒地做最后的冲刺，制造别龙彩圆盘。1945年2月19号，这架耗资数百万的飞行器终于进行了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飞。令人震惊的是，在短短的3分钟之内，它升到了15000米的高空，平飞速度高达2200公里每小时。要知道，现今美军的 F-22极限飞行速度也才2756公里每小时。同时，它还可以悬停在空中，无需转弯就可以任意向前或者向后飞行。后来，伴随着纳粹德国的战败，这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飞行器在战争快要结束时，德军的相关部门按照德国陆军元帅的命令，直接将别龙彩圆盘给炸毁了。现今不知道德国的别龙彩圆盘是否与美国研发的反重力飞行器有关。不过二战结束后，该技术确实落入到了美国手中。其实关于这一方面呢，人们一直无法理解上世纪30年代特斯拉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的自由能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的特斯拉声称，使用这种自由能源的飞行器，它的成本会极为低廉，并且能够实现星际航行。但结果是，迄今为止，这个神秘的自由能源也仅仅出现在科学家们的讨论话题中。另外，说到自由能源，大卫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个与这个词有极高关联度的发明，它便是约翰·瑟尔在1960年发明的瑟尔发电机。其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转子的高速旋转，从而使转子与圆环之间产生磁悬浮间隙，以此让转子做无摩擦的运动。简单来说呢，该原理就是在几乎没有能量输入的情况下，让发电机自行转动发电，但是呢，却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当时在第一台瑟尔发电机
制作完成后呢，瑟尔与维尔斯一同见证了这台机器的运作。当瑟尔启动发电机时，由于发电机的转速过快，导致发电机一下子飞到了天花板的高度。这个意外却给瑟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那就是瑟尔发电机为动力装置，制造出一款反引力飞行器 IGV。在之后的飞行测试中，它的时速达到了约19000公里，仅需半小时便能从英国飞到日本。在1962到1968年之间，瑟尔一共制造了4台瑟尔发电机与41台 IGV。据说瑟尔每个月的第1个星期天都会向众人展示他的发明成果。不过这项发明呢，并没有得到普及。至于其原因呢，就是因为该技术触动了多方的利益。如此高效清洁的能源供给，如果被使用到发电行业，那么现今世界上大部分的发电厂都要倒闭。而另一方面，一台瑟尔发电机的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大约为3.2万美元，这也是它未普及的原因之一。那么大家认为美国的 TR-3B 飞行器是否是真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有纰漏也欢迎各位指出。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